敏姐，品牌方那边快急疯了，您推掉的那场1000万级美妆专场，违约金加上潜在损失至少800多万，他们问您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城里？违约金从我私人账上划给他们，替我向品牌方道个歉。这几天我要留在村里，不接任何商务。可是敏姐，您连夜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回村，光是租用的10辆冷链物流车就倒贴了30多万，还有那些包装盒、人工费，全都是咱们公司自掏腰包。乡亲们就算再感谢您，这代价也太大了。今年村里的蒜苔大丰收，但如果不严抓品控，根本走不了电商渠道，到时候全得烂在地里。我是在这个村里长大的，赚了钱总得拉父老乡亲们一把，这点钱我亏得起。好吧，敏姐，那您都注意身体，后续的冷链调度我这边随时盯着。辛苦了。就在里面，我们要找敏敏讨个说法。做事不能这么不公道，我们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刘叔，各位乡亲，你们这是干什么？你还有脸开播？赵敏，你做事不地道，今天必须把话给我们说清楚。我做事不地道？刘瘸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倒贴了几十万帮村里卖蒜苔，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亏心事？大家听听，他还不承认，穿得光鲜亮丽，就以为能把我们当傻子糊弄。今天咱们就把事情摆到明面上说。乡亲们，大家伙凑近了看看，好好看看，这就是证据。哎呦，我的老天爷，这车上装的全是咱们家的蒜苔根啊！赵敏，这照片上拍的清清楚楚，货车正往隔壁镇的养牛场开，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怎么不说话了？被说中了。赵敏，你嘴上说免费助农，自己倒贴钱，我呸！你分明是变着法子占我们的便宜，好好的蒜苔长得多长多水灵啊，他非逼着我们在大太阳底下扒掉一半的根茎，只留那么一点点嫩芽。当时我就纳闷，这扒下来的根茎去哪儿了？全被他偷偷卖给养牛场了，心黑着呢。难怪呀，我就说今年这蒜苔怎么越称越轻，1斤蒜苔硬生生被扒成了半斤，我心疼的整宿睡不着觉啊！我辛辛苦苦种了大半年，全让他给糟蹋了。可不是嘛，我还当他出息了，成大网红了，真是衣锦还乡来报恩的。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刮我们的油水呢，连工钱都不要。原来大头都在这里头。哎，大家先别吵，敏敏从小就实在，这里头会不会有误会？是啊，人家自掏腰包搭冷链买包装，不至于贪这点根茎钱。你们懂个屁！他这就是赚黑心差价，把我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们，不能这么欺负人！这就是我推掉800万违约金，连夜赶回来要帮的人。在他们眼里，我倒贴的30万不值一提，那点被当成垃圾的蒜苔根，反而成了我贪污的罪证，真是可笑至极。吵够了吗？刘叔，你就拿着一张废料车的照片，就想定我的罪？既然你们非要算这笔账，好，那我就跟你们明明白白的算一算。你们种的是蒜苔，不是野草，那些根茎又粗又硬，老的连牛嚼着都费劲。我不让你们扒掉，带着大半截嚼不烂的杆子发给粉丝，怎么在直播间卖出高价？怎么保住回购率？你们去冷库门口看看，几万斤扒下来的烂菜叶子堆在那儿，不仅招苍蝇，还违反环保规定。我雇那辆大货车拉走，光是运输费和清理费就要2000块钱。养牛场收这些废料给的几百块钱，连车底油钱都不够，剩下的缺口全是我自己贴进去的，还包括那些高档定制的防撞包装盒。我图什么？我贪你们什么了？那好歹也是肉啊，称着重啊！你少在这糊弄人！你当大家是3岁小孩？乡亲们，别听他狡辩，咱们算笔账，全村10几万斤蒜苔，他逼着咱们扒掉一半，那就是几万斤的根茎啊！就算当垃圾卖，那也是白花花的银子。他赵敏是个大老板，随便倒腾倒腾，这里头起码赚了我们好几万的差价。他这是拿咱们的血汗钱去填他自己的腰包。对，我们不懂什么电商，我们只认秤，少了的斤量我们就要问清楚，不给说法，不退钱是吧？好，乡亲们，既然他不讲理，断咱们的销路，那今天这直播咱们就让他做不成。对，不让我们好过，你也别想安稳赚钱。谁敢动？这些设备价值60万，加上里面存的商业机密，碰坏一点，
我让你们全家赔得倾家荡产，把牢底坐穿。别听他吓唬人，咱们只是要讨公道，不让他继续忽悠乡亲。住手！爸，老赵哥，你可算来了！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闺女，现在成大网红了，不顾乡亲们的死活，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才来讨公道啊！敏敏，把钱拿出来分给大家。爸，连你也不相信我。老话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大家祖祖辈辈卖蒜苔都是带着根儿一起卖，你非要改规矩，外人都看着呢，爸也难。我辛苦打拼攒下的直播口碑，不能毁在生鲜品控上。我自掏腰包倒贴30多万回乡助农，一分好处都没想着赚。我是您亲生女儿，您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跟着别人一起误会我？你别说了，爸知道你委屈，可现在全村都在看着，我要是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老赵家在村里真的抬不起头啊！你就当爸求你了，先给大家道个歉，把场面圆过去，别的事咱回家再说，行不行？你赶紧把大家所谓的差价补上，当着大伙的面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还是老赵哥明事理，分得清是非呀！我满心赤诚回乡帮忙，倾尽付出换来的却是全村误解，连我最亲的爸都被人情架着，不肯站在我这边。好，真是太好了。既然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赵敏贪了你们的钱，从中牟利，亏待乡亲，那这带货的活儿我不再参与了。你说的什么胡话？你撒手不管，村里10几万斤蒜苔卖不出去烂在地里，谁来负责？赶紧认错退钱，把事情圆过去。货品本来就是大家自己种的，想找谁卖都可以，我从没从中拿过一分好处，没必要平白背负这些误会和指责。哟，哈哈哈哈哈！大家看看，被大家说中心思，就想撂挑子走人了。乡亲们，他不干正好，咱们还不稀罕他呢。实话告诉大家，我城里的表哥陈老板那是开大连锁酒楼的。我表哥陈老板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咱们村的蒜苔一根毛都不用拔，连皮带土，不管老嫩，他按市场最高价全收，1斤都不给咱们扣。哎呀，真的假的？那可太好了，这才是真老板啊！刘瘸子，你早说啊！有这么硬的关系不早亮出来？还是咱们自己人靠谱？就是，谁稀罕他那个破直播间？本来就没必要靠网红，咱们自己也能找销路。既然有新渠道，那也好，咱们村里自己想办法，不用再勉强别人。生鲜市场根本不可能连泥带水全收，这个所谓的陈老板说辞根本不合行规，必定是个骗子。大家只是被眼前的利益冲昏了头脑，迟早会为自己的草率选择承担后果。但愿你们真能顺顺利利把货卖出去。好心劝诫没人听得进去，既然大家执意选择别的销路，我仁至义尽，也没必要再勉强。我只能撤走自己自费添置的设备，不是不管，而是规矩必须有人守，错的路要自己醒过来才有用。你好，师傅，我这边有一批冷链制冷设备、直播器材，全部需要拆卸运回城里。明天一早麻烦你们直接来村口临时冷库施工，全部打包搬走，一件不留。赵小姐，这台进口的工业级制冷压缩机可不轻啊，得小心点，磕碰一下就是好几万。慢点搬，别急。还有里面的那套专业直播补光灯组和中控台也都要带走。都先停下来，不许搬！哎，你这是干什么？今天谁也别想把这些设备拉出村子，只要进了咱们村，就不能说搬走就搬走。刘瘸子，你又发什么疯？这是我花自己钱买的个人设备，我已经停播不干了。现在我要带走属于我的东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属于你的东西，赵敏，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乡亲们，你们听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当初他回村打着的是助农的旗号，既然是助农，那他拿钱买的这些设备、冷库，理所当然就是给咱们村买的。
那就是村里的集体财产。瘸子叔说的对，你既然是来帮咱们的，东西凭什么拉走？就是你直播赚了那么多流量和名声，现在拍拍屁股走人，想把咱们村的血汗钱都卷走，门都没有。我赚你们的血汗钱，这些设备花了我大几十万，全是我自掏腰包，我没拿村里1分钱补贴，怎么我自费付出，反倒成了理所应当的集体财产？在咱们村里，人情规矩就是道理。今天不光这台制冷设备，连包装物料，还有已经分拣好的蒜台现货，都得留在村里。你想空手走人，没那么容易。刘瘸子，我真是佩服你们的智商。你那个开连锁酒楼的表哥不是扬言要不扒皮连根带泥全收吗？你们现在拦着我，非要扣下这些已经扒好皮切去根茎的现货包装干什么？拿回去当摆设吗？哼，你少在这忽悠人！你以为我傻吗？我表哥可是大老板，他早就跟我透了底了。这蒜台扒好皮的品相更好，到了城里的大酒店能卖得更贵。那是我们村民自己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是被你剥削掉的利润，凭什么让你拉走去赚钱？你简直不可理喻！行，跟你们讲不通道理，我报警。哎，你们干什么？这些都是私人财物，请不要妨碍我们正常工作。哎呦，我的亲表哥哎，陈老板，你可算来了！真的是陈老板，这才是真正的大财神爷呀！哟，呵呵，你就是那个在网上挺火的网红，叫什么赵敏是吧？我是，有何指教？指教谈不上，只是我看不过眼罢了。咱们老百姓种点地，收点蒜台，那是起早贪黑、流血流汗的辛苦活。你倒好，一个小丫头片子，凭什么随意插手村里的生意？你让乡亲们扒皮掐根，1斤好好的蒜台，硬是让你搞成了半斤，损耗大半。你这叫助农，你这叫造孽！乡亲们，你们放心，我陈某人开的是全国连锁的大酒楼，你们的蒜台我不扒皮不掐根，连泥带水，3块钱1斤，只要你们有货，不管多少，我全包了。老天爷！赵敏要求折损一半才给5块，算下来1斤才2块5，陈老板直接给3块，还不用咱们费劲扒皮呀！这么一比差太多了，我们差点就被他的规矩坑了。大家先别激动，你们根本不懂生鲜储运规则，带泥带水带着老根的蒜台完全不耐放。现在气温高，这种品相密封装车不出1天就会全部坏，看着单价高，最后整批报废，1分钱拿不到，还要赔处理费。我之前坚持让大家扒皮修根、规范整理，不是故意折腾大家，更不是坑你们，只是为了减少货品损耗，锁定稳定品相，让大家稳稳拿到全款收益。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什么烂不烂的？大老板亲口承诺全包，人家是做大生意的，比你一个网红懂行多了。别废话了，你既然不敢收，不想让我们赚钱，赶紧把冷库钥匙交出来，别占着设备耽误大家发财。把钥匙交出来！快把钥匙交出来！你别再拦着大家了，让我们自己找销路。敏敏啊，敏敏，你今天真的是太让整个村子失望了。你看看大家看着你长大，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疼。你赚了钱，反过来却跟乡亲们计较这些蝇头小利。现在陈老板愿意出高价带大家致富，你不仅不帮忙，还要把设备拉走，断大家的财路，你的良心过得去吗？组长，您怎么也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我？我为了村里发展，自掏腰包修路，搭建冷链冷库，补贴人工，前后倒贴几十万，从来没从乡亲身上赚过半分利润。我所有的规范要求，全是为了大家能稳稳赚钱，规避风险。可你们偏偏不信良言，执意踩坑，现在反过来恩将仇报，质问我的良心。其实敏敏说的也有道理，生鲜哪有连泥带水收的？是啊，别先把事儿做绝，再看看嘛。您干什么？这是我的私人物品，您怎么能随便拿走？什么抢不抢的？村子养育了你，这份恩情你不能忘。既然你执意撒手不管村里的事，这些设备就当是你回馈村子的补偿，别在这里碍事，赶紧离开。好，冷库你们随意用，包装物料还有那1万单已经精细分拣好的现货，全都归你们。
我次次真心劝告，仁至义尽，但愿你们能顺顺利利。哎，这么弄，真怕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明明一片好心，这么逼走他，不太地道。真是无知者无畏。生鲜冷链的维护成本，光压缩机一天就要烧掉几千块电费。那1万单扒皮蒜苔，没有我专业的保鲜氮气设备持续充氧，不出2天，全都会在室温下氧化发黑。你们抢走的不是金山，是催命符。乡亲们，静一静，听我说2句。还算这位赵女士识大体顾大局，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我们连锁酒楼的进货流程向来规矩严格，流程正规。虽然我答应了3块钱全收，但咱们丑话说到前头，这运输物流用的专业塑料筐，还有冷藏用的冰块，成本太高，所以得大家自己出个押金，不多，1斤蒜苔交2毛钱押金。等货到了城里结账的时候，连本带利退给你们。没问题，做生意嘛，交点押金应该的。大家伙说是不是？交，砸锅卖铁我们也交。那就好，我把话说清楚，谁若是凑不齐押金，我的物流货车就无法承接他家的货品，1斤都不会代收。我能做的提醒，能尽的心意，已经全部做到位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盲目贪利，不听劝，终究要亲自承担后续的所有后果。老头子，多垫点烂叶子进去，这烂叶子占分量呢。反正那陈老板只看上面，盖严实了，谁看得出来？一筐多赚个10来块，这可是白给的钱。还是你精明，城里来的老板都是人傻钱多，不坑白不坑。大家伙都看好了，多喷点儿，千万别省水。这蒜汤最吸水了，这一顿水浇下去，一筐起码能凭空多出个5、6斤，都给我往死里装，连那些没长熟的嫩苗也全给我拔出来塞进去，寸草不留。这法子真不行，太胡闹了！大热天的，带泥带水，塞满烂叶嫩苗，装在密不透风的塑料筐里，根本存不住。我也觉得不妥当。做生意讲究本分实在，靠注水掺测品增重，看着眼下赚了小钱，实则是自砸招牌，自找麻烦。赵敏之前特意交代过，生鲜最怕闷，最怕潮，必须干爽透气，严控品相。咱们老老实实按规矩收，虽然赚的少一点，但长久不出事儿。可没办法啊，刘瘸子带头起哄。大半人都跟着贪小便宜，我们俩人威严轻，说了也没人听，反倒要被大家骂傻子，挡人财路。敏姐，他们疯了吧？这么热的天气，货品带泥带水，密封堆在不透气的塑料筐里，不出24小时就会整体发酵变质。几十万斤货品一旦全部腐烂，全村人都会蒙受巨大损失，这根本是得不偿失。他们不是不懂，是被眼前的小利蒙蔽了双眼。生鲜储运最基本的就是干爽、透气、保质，他们只顾当下增重赚钱，完全无视后续的巨大风险。那我们要不要去提醒他们一下？毕竟这几10万斤的货要是全毁了，全村人都得破产倾家荡产啊！提醒，我之前免费提供冷链设备，自掏物流费用，一遍遍科普规范，提醒风险，换来的只有质疑、辱骂和道德绑架。我已经仁至义尽，反复劝说过无数次，一个人执意要赌，旁人再怎么劝也没用。我们不必再插手，静静看着就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贪心和选择负责。大家抓紧时间运送，今年收成好，咱们全村都能跟着沾光增收。哼，组长，我最后劝你们一句，你们这么干会闯下大祸的。你一个年轻姑娘懂什么农事？别在这儿凭空说大话，扫大家的兴。现在室外温度将近35度，你们给蒜茶大量加水，带泥装箱，又密封的不透气，用不了1天，整批蒜茶就会彻底变质，没法售卖。那个收购商根本不会收这种货，到时候货全毁了，大家不仅拿不到钱，还要承担处理损失，会亏得很厉害。你给我闭嘴！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人家陈老板那是城里来的身价过亿的大老板，人家能不懂这些？人家陈老板发话了，全收，不管带多少水，带多少泥，人家都不嫌弃。用水保鲜怎么了？带点泥土气息怎么了？
蔬菜不都是这样的？就是，别以为你是个什么大网红就在这指手画脚，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赵明啊，赵明，我看透你了。你当初非要卡品部压斤量，本就存着赚差价的心思，结果阴谋被拆穿，没赚到钱。现在看大伙儿跟着陈老板发大财了，你心里不痛快，眼红了是不是？所以在这儿故意挑拨离间，盼着我们出事儿。我告诉你，没门儿，我们好得很。既然你们执意不听劝告，非要往风险里跑，那我也拦不住。我真心盼着大家都能顺顺利利，但道理讲透，该劝的我都劝到了，往后的结果只能你们自己承担。好心尽到，仁至义尽，我从此不再掺和，只守好我自己的本分。喂，能听见吗？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伙都注意了，全村人都仔细听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晚上连夜装车发货，陈老板那边打好招呼了，只要货一装完，马上当场结清尾款。不过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货量实在太大，陈老板那边调来的几十辆大货车，得先垫付一笔运费押金。大家伙凑的那些筐钱押金，我已经都记在账上了，但还差个5万块钱。所以啊，我跟长辈商量过了，先把赵敏之前放在村里的助农资金临时周转一下，就是先用一下，等货款回来马上还回去。明姐，他们怎么能这么做？那5万块是你个人全额出资，专门捐赠给村里老人的专项帮扶资金，这笔钱是专款专用，白纸黑字签过捐赠协议的。刘瘸子和组长这是私自挪用善款，已经属于违规违法行为了。他们真以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明姐，我们现在报警吧，绝不能让他们把这笔钱交给那个骗子。现在阻止，他们只会觉得我断他们财路。我不能冷眼旁观，必须让他们看清骗局的代价，也必须让法律来纠正这件事。排好队，排好队，把钱交清楚，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谁交的押金少，谁家的货就最后装车。要是陈老板的车装满了，剩在地里的可就全烂了啊！刘哥，这是我家的3000块钱，全在这儿了，你先给我记上。陈老板，我把我娶儿媳妇的彩礼钱都拿出来了，您可得多派几辆车呀！乡亲们尽管放心，我做生意最看重信誉，绝对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交押金还要先垫钱，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别是圈套吧？赵敏那孩子从来不坑人，他反复提醒有风险，咱们是不是再想想？哟，大家快看看，这是谁来了？这不是咱们村那位身价过亿的了不起的大网红赵敏吗？怎么着，赵大网红，看着我们在这大把的数钱，是不是眼馋了？是不是后悔当初没顺着我们，错过了这发财的暴利啊？他估计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还想着拿品控来拿捏我们，想赚我们的黑心差价，没门儿。就是，人家陈老板大方得很，不像你这么抠抠搜搜的。咱们现在跟着刘瘸子和陈老板，这10万斤的蒜苔，一把就能结清30万的尾款，这可是真金白银，你赵敏眼红也没用。哎呀，赵小姐是做大生意的人，怎么会眼红我们这点小钱呢？不过赵小姐，这村里的生意你确实是不懂行啊。刘瘸子，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大喇叭里说的把我个人捐赠给村子的5万块钱善款拿去给骗子交押金，是谁给你的胆子？你知不知道那是专款专用，碰了就是违规违法。赵敏，你别拿法律吓唬人。刘瘸子跟我说，这只是临时周转，货款一到立刻还回去，不算乱用。他说这是为了全村增收，我才点头同意暂时动用一下。您被他骗了，这根本不是周转，这是把专款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骗子。专款专用是底线，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挪作他用。什么野路子？陈老板是大企业家，这叫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是村里的钱，先拿出来垫付大货车押金，怎么了？这是为了全村人发大财。赵敏，你少在这儿斤斤计较，小题大做。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等明天货款一结，这5万块钱，我代表我个人双倍把这笔钱补上。好，很好，双倍奉还。村中组长，这话是你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说的，你们执意要这么做，我拦不住。但我把话说清楚，
这笔钱是给老人的专款，1分都不能动，这是法律底线，不是人情。你们选的路，你们自己走，我就在这里，等着看结果。把烂叶子全垫在下头，上面拿好蒜苔盖住就行，反正是按总重量过磅，不装白不装。大家伙加把劲儿，今晚把这10万斤全发走，明天咱们全村就都是万元户了。哈哈哈哈！赵叔，咱们这10辆卡车眼看装不下了，临时雇车费用太高，你家敏敏这几辆车闲着也是闲着，就先给村里应急用用吧。这不行，这车是敏敏自己花大价钱买的，里面铺的都是真皮地毯，没他同意我不能动。你是不是赵家村的人？全村都在干事，就你家拖后腿，传出去你老赵家还要不要脸面？别，瘸子，你别生气，我就是担心他知道了不高兴。这就对了嘛，都是为了村里好，这才是一家人的觉悟。住手！谁敢动我的车？刘瘸子，把钥匙还给我。哟，赵大网红来了。赵敏，你的车先借村里用用，拉完这趟就还你。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这车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动。赵敏，你别给脸不要脸，这钥匙是你父亲同意拿出来的，大家都是为了村里，你何必这么较真儿？爸，你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的车钥匙交给别人？你知不知道这辆车有多重要？敏啊，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在忙，我也不好推辞。你现在条件好了，就多帮衬点村里吧。我再说最后一遍，钥匙还给我，谁敢碰这辆车一下，我立刻按规定处理。敏敏，你在外打拼不容易，有今天的名气和成绩，村里人都看在眼里。现在村里正是着急出货的时候，车队实在不够用，大家也是实在没办法，才想着临时借用一下你的车。大家都是乡里乡亲，能帮衬的地方就帮衬一把。组长，一码归一码，人情和规矩要分开。我出钱修路，出钱搞冷链，是我回馈乡里的情分，但这车是我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强行占用，这叫逾越规矩底线。咱们村里向来讲究互帮互助，眼下大家都在为这批蒜苔着急，你就别太固执了，别因为几辆车影响了大家的收成和村里的和气。可这根本就不是发财的道，陈老板底线不明，这条来路不明的收购渠道本身就有风险。你们又违规给蒜苔注水，储运方式完全不合规，这批货要是出了问题，没有任何人能承担得起后果。大家真的不能再一意孤行。敏啊，爸知道你有规矩有道理，爸心里都明白，可爸实在没办法，刚才是被他们逼着架着才拿了你的钥匙，爸对不起你，爸求你，你别跟乡亲们硬顶了。敏敏，大家都是为了生计，你再多考虑考虑吧。这可咋办啊？车不让用，货也发不出去。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就不能帮一把呢？再这么耗下去，今年的收成可就全完了。敏敏，大家都是为了生计，你就别再固执了。我从没有私心，更没有绝情。我一次次劝阻，一遍遍科普风险，是不想让全村人辛苦1年的血汗，最后血本无归，负债累累。是你们从来不肯听一句良言。这些车是我的私人财产，我本有权拒绝任何占用。既然你们执意要用，强行逼迫，那我让步。我不是不想帮，我尽力了。从今天起，赵家村的事我不再插手，你们的选择我也不再干预。这个村子我一刻都不会多留。走了正好，没人拦着，咱们赶紧发车吧。终于不拦着了，赶紧发车吧。是啊，再不发车，今晚就走不了了。快发车吧，希望能顺顺利利把货送出去。行了，都抓紧装车，赶紧发车。哎呀，老刘大哥，你们家瘸子这次可是立了天大的功劳啊！希望这次能顺顺利利拿到钱。就是，我看瘸子以后就是咱们村的首富，我们就干了。老刘大哥，你随意。哎，好说，等明天陈老板的尾款打过来，我们家请大家去城里吃海鲜。希望真能顺利吧。要是听了赵敏的话，非要咱们辛辛苦苦去扒什么皮除什么根，咱们现在得亏死。还是陈老板大气，连带泥巴全要。但赵敏走的时候看着挺心寒的。别说了，吃饭吧。姐，你没事吧？你现在在哪儿？安全吗？
有没有受伤？我快担心死了。我已经离开那个村子了，正在盘山公路上往回城的方向走。让你查的事，查清楚了。姐，你真的太神了，完全被你说中了。我托了好几层关系，查到了内部失信黑名单系统，那个满口谎话的陈老板根本就是个冒牌货，真名叫陈大强，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名下别说正经公司工厂了，连个小门面都没有，实打实的失信被执行人，是个臭名昭著的职业老赖。他根本不是什么农产品收购商，就是一个流窜各地作案的专业诈骗犯，身上背着好几起针对农村的农产品诈骗案，专门盯着偏远村子，用这种高价包销的幌子骗人。果然是这样，我从一开始就不信天上会掉馅饼，带泥带水掺杂烂叶残次的货品，完全不符合生鲜指运标准，他却开出远超行情的高价全包收购，这根本不是商机，是精心布好的陷阱。继续说，他完整的诈骗套路是什么？他就是用超高收购价当诱饵，先哄得村民们心花怒放，再一步步让他们交筐钱过磅费，最后骗着大家凑物流押金，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等把货和钱都拿到手，走到半路，要么直接把这些劣质农产品当垃圾扔掉，要么转手低价卖给黑市，榨干最后一点价值，卷走村民凑的全部押金后，就立刻人间蒸发，换个村子，换个身份，继续用同样的手段坑人，屡试不爽。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虚利冲昏头脑，执意不信劝诫，主动贴上去和骗子交易。既然是他们自己选的与狼共舞，最后落得一无所有，也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事情的后果远比大家预想的还要严重，不只是钱财被骗这么简单，已经引发了连锁意外事故。什么意思？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刚刚接到交管紧急通知，陈大强安排的运输车队为了多装载货物，严重超限超载。他们在行经下山长坡路段时，因负重过大，严重超载，车辆制动出现故障，引发了交通意外，刹车直接失灵了，引发了严重交通意外。严重超载，明知货品含水带泥，品相不达标，还一味超负荷装载，完全无视运输安全规则。他们就为了多占点重量，多卖几个钱，贪图眼前小利，连基本安全底线都抛在了脑后，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违规超载，忽视安全规范，终究要承担相应的意外后果。而且这批运输车辆大概率都是没有正规营运资质的闲散黑车队，根本不具备生鲜长途运输条件，对吧？没错，姐，这批车辆大多没有正规营运手续和完备保险，司机也缺乏专业长途驾驶经验。而且姐，还有更让人绝望、更荒唐的是，这群人今天算是彻底把事做绝了，他们还私自占用了你精心分拣好的优质蒜台货源，白白浪费了精心打理的好货品。我的那批精选现货，他们又是怎么储运的？连生鲜基本保鲜常识都不懂吗？他们为了节省冷链成本，完全忽略生鲜保鲜要求，直接把娇贵易变质的蒜台全部装进了普通常温货车密闭车厢。这几天本就闷热难耐，密封的普通货车厢里温度直接飙到40多度，跟个蒸笼一样。蒜台本身含大量硫化物，在这种环境里根本撑不住，几个小时就彻底坏了。所以那批蒜台全捂坏发酵了，是吗？彻底全完了，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刚才车队路过夜间临检，防疫站的人一检测，直接定性成有害腐烂物，所有货车当场全被扣了，一辆都没放走。工作人员开箱检查后，确认货品大面积变质，不符合生鲜流通标准，需要按规定进行专业无害化处理。货品违规储运导致机体变质，按环保和生鲜管理规定，会统一做无害化处理。相关处理费用、违规处罚都需要相关责任人自行承担。这笔叠加开销足以给村里造成不小的经济压力。他们就是贪心不足，为了赚那点差价，硬生生抢了您的冷链设备和优质货源，现在全砸在自己手里，赔得底朝天。只因为一时贪图便利，忽视生鲜储运常识，白白浪费优质货源，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立刻通知公司法务部，让他们备好所有报警回招、设备购置凭证，还有车辆、货源的全套归属权证明文件，整理归案留存。这场风波从头到尾与我们无关，我们绝不掺和牵连，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和莽撞行为承担相应后果。我仁至义尽，该提醒的、该付出的，一样都没亏欠。
这条路是他们自己选的，富贵也好，恶果也罢，终究都要自己承担。今天辛苦刘哥忙活了，大家伙能聚在一起，也是托了咱们刘哥的福。大家放心，只要货顺利发走，咱们的收成肯定差不了。以后咱们自己把销路稳住，踏实把蒜苔卖出去，比什么都强。是啊，能顺顺利利把钱拿到手，比啥都强。等明天我表哥把尾款全部结清，咱们全村统一包车，直奔市里 4S 店，家家户户都提新车。我就是要让赵明好好看看，我们赵家村靠自己照样能风生水起，大富大贵。大伙安静一下，瞧见没？肯定是我表哥陈大老板打来的，这才发出去多久啊？肯定是连夜被大酒店高价抢空了，这是来报喜，让咱们准备麻袋装钱的。哎呀，瘸子，你赶紧接呀，开免提，让全村老少爷们都听听喜话。喂，表哥，是不是大票都到账了呀？乡亲们可都眼巴巴等着分钱呢。请问是刘瘸子本人吗？我是治安队工作人员。同志，是不是打错号码了？号码没有错，这批货运车辆登记紧急联系人就是你。那找我啥事儿啊？近期你们发出的货运车辆因违规超限装载，在下坡路段出现车辆故障，引发交通意外，车辆违规装载处运不规范，后续需要相关负责人配合处理事故善后、车辆整顿及相关合规处罚事宜，请尽快到相关部门配合调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好好的车队怎么会行驶出问题？你们为了增加货物重量，刻意给货品大量注水浇湿，车辆长期负重超标，在下坡路段极易出现制动负荷过大、车辆失控的安全隐患。那我的货呢？我的10万斤蒜苔呢？整车货布因违规储运、品项不达标，已被统一暂扣。同时，本次违规运输引发衍生事故，相关善后、车辆整顿及违规处罚都需要你们承担相应责任。请相关负责人尽快到交管部门配合登记处理，逾期将依法依规追责。这里是联合执法组织。经核查，你们大批量蒜苔在高温密闭车厢内长时间存放，已出现大面积变质腐坏，不符合生鲜流通标准，同时产生异味污染，属于需要专业处置的废弃农产品。请问这批农产品的负责人在吗？听见了，我是代表。你说，你们这批分拣好的蒜苔完全没有做正规保鲜和储运防护，还带着泥土，大量积水直接密封装车，严重违反生鲜储运规范。不是，领导，我们是为了保水分。这不都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吗？这种密闭高温环境下，农产品很容易大面积变质、腐坏，不符合生鲜上市标准。那些带着泥土的蒜苔，在卡车的高温和密封环境下，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腐烂发酵。经现场抽检判定，整批货品已大面积变质，不再具备商品售卖价值，需要按照环保规范做专业无害化处理。什么意思？咱们全村人辛辛苦苦收的蒜苔成了垃圾了？好好的蒜苔怎么就不能卖了？我们这1年的辛苦不就白费了吗？领导，那怎么办啊？能不能想想办法，哪怕低价处理也行啊？变质农产品严禁流入市场，必须统一无害化处置，同时违规储运还要承担相应规范处理费用。按照统一处理标准，按重量核算费用，无害化处理费标准是每公斤5块钱。请相关负责人尽快到相关部门对接缴费，逾期将依法走合规处置流程。1万单折算下来，足足5万公斤，1公斤5元，光处理费就要25万，25万！光处理费就25万，25万，这可怎么活呀？咱们的蒜蹄没卖出去，还要倒贴几十万的罚款，天塌了呀！都别慌，哭什么哭？天还没塌下来呢。刘瘸子，你赶紧给你表哥打电话，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必须他出面负责解决，让他拿钱交罚款。对，找我表哥。他有的是钱，几百万都不在话下，我这就给他打。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他怎么会关机？继续打，换微信打，换语音打，快呀！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红感叹号，他把我拉黑了，他跑了。你表哥是个骗子，他捐款跑了。不仅跑了，
他还带走了我们全村东拼西凑交上去的10几万矿钱押金呢。我还借了村口刘麻子的2万块高利贷呀！不仅跑了，他还带走了我们全村东拼西凑交上去的10几万块钱押金啊！我还借了村口刘麻子的2万块高利贷呀！天杀的骗子啊！我给儿子娶媳妇的10万块彩礼全砸进去了，全打水漂了！大伙听我说，别冲动啊！我也是受害者，我的押金也全部搭进去了。你少在这狡辩！那个骗子不是你口口声声喊的表哥吗？从头到尾都是你牵头撮合，你敢说你中间没捞半点好处？你把我们的蒜台全弄坏了，你让我们交押金，你个王八蛋！我真没有，我一分好处都没拿呀！我也是受害者呀！我真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就是你忽悠我们交押金，坑了全村人的血汗钱，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大家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这事我负责，我一定想办法给大家弥补损失。组长，你快帮我说句公道话呀！你真是糊涂至极，为了一己私心，忽悠大家连泥带水收蒜台，还哄着大伙交押金，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钱都坑进去了，你良心过得去吗？你竟还敢擅自动用村里的公益款项，那是留给老人的钱，你这么做对得起全村乡亲吗？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想办法凑钱弥补大家。砸锅卖铁，我也不会赖账。大家都冷静一点儿，别冲动闹事。你们这样围堵争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是法治社会，一旦做出过激行为，反倒把自己牵扯进去，到时候损失更没法挽回，都先往后退一退。乡亲们，事已至此，大家要理性看待，咱们一起想办法挽回损失，不能莽撞行事。别在这说废话糊弄人，也好意思站出来讲大道理。身为村里主事的长辈，你对得起全村乡亲吗？大家都知道，赵敏之前特意捐了5万块专款，专门留给村里老人当生活补助，是实打实的救命备用金，是救命钱。可你倒好，为了跟风所谓的高价收蒜台，讨好来路不明的骗子，擅自做主签字，把这笔专用款项挪出去交了押金。那当时也是为了村集体创收，我以为能带着大家多赚点收益，算不上私自挪用。什么集体创收？你分明就是糊涂行事，和刘瘸子一起跟风骗子，把全村人的血汗、老人的救命钱都搭进去了，你们才是害了全村人的罪魁祸首。原来挪用专款是你签字同意的，现在出了天大的窟窿，你就想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现在可怎么办啊？车队出了事，要罚款要处理，几十万的开销，我们去哪儿凑啊？司机还在医院，后续的医药费和赔偿我们根本承担不起啊！有办法，我们还有办法，找赵敏，他能帮咱们指条路。赵敏是千万身价的大网红，有能力有人脉，这次被扣的车里也有他的车，事情跟他也沾点边儿。您是村里长辈，要不您打个电话跟他说说情况，看看他能不能看在同乡情分上帮咱们指条路，想想办法。对呀，事到如今也只能问问他了。组长，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是长辈，他必须听你的。这么快就爆雷了，比我预想的还早。喂，敏敏，不好了，村里出大事了！那个陈老板是个骗子，他跑了，货车在高速上出了事，要罚款，要处理开销很大。我记得我走之前提醒过你们很多次，你们选的路现在出了事，找我也没用。可被扣的车里也有你的车，你看看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组长，车是你们强行开走的，货是你们执意要发的，所有决定都是你们自己做的，我没有义务替你们承担这些后果。你怎么能这么说？你毕竟是从赵家村出去的，现在乡亲们有难，你就忍心看着大家走投无路吗？就是他必须管我们，再不帮忙，我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是吗？可当初你们执意不听劝，非要自己找销路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过去的事别提了，昭明，我劝你别这么不念情分。今天这事你不能不管。组长，别再说了，我已经报警备案了。报警！我的保姆车、冷链车是被你们私自开走使用，并非正常扣押，加上车辆和设备涉案金额较大。另外，你私自挪用善款的事，我也一并如实反映。
所有证据都齐全。赵敏，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狠心呢？你这个狠心的鸭子！路是自己选的，错了就要承担后果。一味索取，不知感恩，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组长，他说什么？他报警抓我们？完了，全完了！抢夺财产，挪用村集体自发筹集的善款，这下真的麻烦了。我不想有事啊！我不想的啊！我都是跟着别人做的，我真不是故意的。当初是你带头签字，带头拿车钥匙，现在可怎么办啊？宝宝们，看好我手上这套神仙水，为了回馈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天直接史无前例破价福利！3、2、1，上链接。姐，出事了！怎么了？慌慌张张的。你们村组长还有那个刘瘸子带着10几个村民在前台，情绪比较激动，保安根本拦不住，他们非说要见你，去处理。宝宝们，实在抱歉，我去后台补个妆，马上回来。下一款产品是截屏抽奖送黄金哦。周总，非常抱歉，是我们安保没做好，人群里有年纪较大的长辈，我们不敢强行处置，暂时僵持住了。没关系，他们只是一时情绪激动，按规范处理就好。让我们进去！赵明是我们同村的，我们找他说句话。这里是办公区域，请勿喧哗聚集，有事可以慢慢说，不要影响正常工作。保安同志，我们和赵敏是同乡，现在家里遇到难处，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他，麻烦你通融一下，让我们和他见一面。我在这儿。赵敏，你可算出来了！村里现在出了大事，车被扣了，还要交罚款，大家都走投无路了。我们今天来找你，也是实在没办法，希望你能出面帮忙，给大家指条路。当初你要是再多劝几句，多拦一下，大家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帮忙？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承担这些后果？你的车也在里面被扣着呀，你总得想办法把车弄出来吧。车是你们强行开走的，罚款是你们违规造成的，我为什么要去交？可你毕竟是从村里出来的，现在乡亲们亏得血本无归，你就眼睁睁看着不管吗？是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你们被骗、亏损，是因为执意要跟来路不明的人合作，是你们自己选的路。现在出了问题不反思自己，反倒跑来让我负责，让我赔钱。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也是被人骗了。你但凡多拦我们一次也不会这样，你但凡多尽点心，多拦一步，就没这些灾祸。要我来替你们的贪心买单？刘瘸子，我没拦着你们，你们是真忘得一干二净了。昨天晚上是你们所有人堵死村口，非要抢我的车，强行发车，一心只想着赚快钱。我数次劝阻，是你们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还不是因为你事事卡我们，断大家的财路，不然我们根本用不着走这一步。我断你们财路，现在骗局败露，骗子卷款跑路，整车货品全部腐烂报废，你们不仅血本无归，还背上了高额罚款。当初好心劝你们避险守规矩，你们不听，如今自食恶果，反倒想把所有烂摊子、所有过错全都甩到我头上，让我来替你们背锅。敏敏，别说这些赌气的话了，再怎么争执，我们终究是血脉相连的乡里乡亲。你现在条件好，对大家来说是唯一的指望。你要是能帮一把，村里人都会记着你的情分。条件好就要帮？我辛辛苦苦打拼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凭自己本事所得，从来不是大风刮来的，凭什么白白填你们的窟窿？你好好想想，这事儿闹大了，对你名声也不太好，村里人心里也会一直过不去。我的名声是靠我自己努力做出来的，不是靠无底线妥协换来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我自掏腰包几10万为村里建冷链修路，一心一意帮大家。是你们不信我，污蔑我，抢我的车，逼我走。如今你们的暴富美梦彻底破碎，走投无路了，就转头想来压榨我，掏空我。我把话放在这里，我1分钱都不会出。我可以不记恨，但我绝不会替你们的贪心买单。赵敏，我们这次亏得血本无归，罚款也交不上，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大家冷静一点，有问题可以慢慢沟通，不要影响公共秩序。姐，我们先往后退一点，安全要紧。我们辛辛苦苦干了1年，现在什么都没了，你就真的眼睁睁看着我们走投无路吗？
我们只是想让你给指条路，不是要故意为难你。敏敏，你别太固执，大家现在都被逼到绝路了，心里实在难受，你就再多考虑考虑吧。我最后再求你一次，你就帮帮我们，把这次的难关渡过去，行不行？如果你实在不肯帮忙，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一直在这里等你松口。是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在这里等你给个说法。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耽误赵敏工作，是不是不好？我们也不想闹，可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你就帮帮我们吧，不然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我明白大家现在很着急，但着急不能用错方式，更不能用不合理的要求来施压。你是要打电话想办法了吗？我不是要给钱，而是让你们看一份文件。这是受案回执。这怎么可能？你居然早就报警立案了！你们当晚私自开走我的车辆，还动用了专项善款，这些都有完整证据。我从一开始就按法律程序处理，不是任由事态随意发展。你别吓唬人，这肯定是网上找的假图片、假回执，根本吓唬不住我们。假图？你们大可以带着闹事的底气，带着你们的所作所为，亲自去核实询问，看看这立案信息到底是真是假。你们真以为扣押的只是我的车？真以为我会傻到掏钱替你们的贪心和莽撞擦屁股？敏敏，话不能这么说，车主终究是你，车辆出事产生罚款，全都挂在你的名下，你根本跑不掉。这些是你们未经允许擅自占用的车辆，从你们强行拿走钥匙私自开去发车牟利开始，他们就已经和正常用车无关，而是作为相关行为的证据车辆。货品是你们坚持要发，车辆是你们强行开走，闹事也是你们主动挑起，整件事我没有任何过错，罚款我1分都不会承担。组长，这可怎么办啊？私自占用车辆是要负责任的。赵敏，你怎么这么绝情？都是同乡，你非要把我们逼到走投无路吗？路是你们自己选的，后果自然要自己承担。我之前劝过你们无数次，是你们一心贪利不听劝告，我给过你们回头的机会，是你们自己不珍惜。时间差不多了，算算到这里的距离，治安人员很快就会过来处理。通知法务部全程跟进本次案件，全程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如实说明情况就好。治安队怎么会这么快？在场人员请保持冷静，配合调查。同志，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就是过来找人说理，什么都没干啊！刘瘸子，经核查，你涉嫌带头聚众侵占他人财物，扰乱企业正常办公秩序，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我没有抢，我只是借用一下，真的是误会，我没有抢，我真的没有抢车，那是钥匙放在桌上，我只是拿来用用，就是借用一下而已。未经车主同意，擅自取用他人车钥匙并使用车辆，已涉嫌侵占他人财物。有任何情况，回单位如实说明即可。同志，是误会，天大的误会！这车根本不是我要抢的，是组长，全是他默许同意的。刘瘸子，你胡说八道，纯属血口喷人，你自己胆大妄为乱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别乱咬人，拖累别人，你还敢甩锅？昨天晚上是你带头排挤赵敏，逼他退让，是你默许我拿走车钥匙，你当时亲口说只要能把蒜台运出去，出了问题一块兜底。现在出事了，你就想让我一个人背黑锅？绝对没门！你满嘴胡言乱语，同志，你们千万别信他。我身为村里长辈，向来遵纪守法，根本不知情，根本不可能纵容他违法。我当时只是去劝架的。你就是本村组长，他陈述的相关情况是否属实？如实交代，不得隐瞒，不得包庇。不属实，绝对不属实。同志，我是冤枉的，我真的不知情，我从来没有默许过他。你放屁！赵敏就在现场，你可以问他。昨天晚上到底是什么情况？有人蒙钱，把钱蒙起来！同志，他们不用在这里互相推诿了，事实胜于雄辩。赵女士，这是什么？同志，这是昨晚组长家大院和我家门口的高清监控录像。录像完整记录了整件经过，包括有人煽动村民擅自取用私人车辆钥匙，强行占用私人车辆等全部过程细节，
同时也清晰记录了村中组长在现场默许、纵容事态发展的全过程。监控画面可以完整还原事实真相。赵女士，你做得非常好。有了这份视频证据，案情一目了然。我们会立刻带回去进行技术鉴定。完了，全完了！我只是想运算台啊，我不想坐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带走！赵敏，你怎么能这样做事？我是你长辈呀，按辈分你还得叫我一声大伯。你身上流着我们村的血，论辈分我也算你的长辈。大家同出一个村子，你这是要逼死我？你要送我去坐牢啊？你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长辈、大伯、组长，您老人家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啊？昨晚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您可不是这么说的。昨晚是谁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村里的罪人？如今遇到问题又来讲亲情辈分，您未免太过双标。那都是气话。昨晚大家都在气头上，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全村大局，你没必要一直记在心上。同志，除了现场监控可以证明相关纠纷经过外，我还有重要情况需要如实反映。赵女士，请讲。只要属实，我们都会依规调查处理。同志，我要实名举报刘瘸子和我们组长涉嫌严重的职务侵占和挪用村里面自发筹集的善款。赵女士，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你具体说说情况。今年年初，我个人捐给村委一笔钱，总计5万元整。这笔钱明确交代过，专项用于慰问老人和修缮村小学。但是昨天下午，为了给那个骗子陈老板交现货押金，组长在刘瘸子怂恿下，私自动用村中善款，将这5万元全数取出，交给了诈骗犯。你胡说！我那是借，我只是先拿去垫付押金，过几天赚了钱就会还回去了，那也是为了村集体创收啊！这不是借，法官自会评判。但你私自动用村集体自发筹集的善款交给诈骗犯，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同志，这5万元转入对公账户的流水记录、组长私自取款凭证，以及昨天他们在组长家大院把现金交给陈老板的监控视频，全在那个 U 盘里，证据确凿，无从抵赖。既然证据完整，线索清晰，涉案人员请配合回单位接受进一步调查核实。对，都是刘瘸子让我们干的，是组长逼我们来的，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啊！你们一个个刚才都在推脱责任，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知情，是被蒙骗，什么都没做。那我问你们，昨夜那批发往省城的高价蒜苔货源，是不是你们全村人手装车，全员默许，共同参与发货的？对，警察同志，没错，那可是我们全村人的血汗货，足足100多筐。那骗子老板卷钱跑了，你们可得帮我们把货款追回来呀！是啊，我们1分钱收益没拿到，还倒贴了押金，真的太亏了。既然你们主动承认这批货品属于你们集体所有，那就很好界定责任了。昨夜，你们私自雇佣的无牌无证违规车队，在高速路段发生严重侧翻事故，直接造成公共道路瘫痪，影响公共交通秩序。除此之外，你们为了牟利增重，刻意在蒜苔中大量注水，高温天气下，整车货品很快坏了，大面积污染高速路面与周边浅层水源。环保组织连夜出动专人专车清理消杀，产生的无害化专项处理费用，相关部门依法开出处罚公示，针对你们超载运输、违规改装货运车辆的行为，2项处罚，相关部门会通过信息发送给你们。该批次货品为你们共同参与，所有损失与罚款依法由你们共同承担，请大家在规定时限内配合处理，逾期将按正常法律流程办理。什么？35万！35万啊！这真是要逼死我们普通人！就算把我们全家掏空，也根本凑不起这么多钱啊！该笔公共设施损毁、环境治理及交通违法罚款，依规需在3日之内足额缴至执法部门指定账户，逾期未足额缴纳的，相关部门将依法冻结涉事村民个人账户，对名下私有财产、农用设备进行依法强制执行。情节严重者，将依法处置名下不动产，一切流程严格遵照法律法规执行。造孽呀！真是造了8辈子孽！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跟着一起给蒜苔注水增重？现在好了，全家都要被我连累惨了。咪咪，算我们求你了，行好，帮帮大家。35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我们就是天文数字。你帮大伙把罚款补上吧，我们真的要倾家荡产，活不下去了。现在走投无路了，知道回头求人，
求原谅了。昨天你们聚众抢走我的设备，抢占我的车辆，颠倒黑白污蔑我，上门施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的后果？这35万罚款不是任何人强加给你们的惩罚，是你们一时贪心、违规操作、肆意妄为付出的代价。因果循环，自作自受。这笔款项只能由你们自己承担，没有任何人能替你们买单。这机器是我全家谋生的活路啊！治安队执行公务，请你配合，不要阻碍执法。都是自己作的，好好的日子全毁了。谭小丽吃大亏，报应了。这都是我们贪心招来的报应。踏踏实实种地赚钱不好吗？非要投机取巧，自作聪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当初赵敏劝我们守规矩、抓品控，我们偏不听。现在收成烂光，还背了罚款，悔也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已在南方某市地下赌场落网，涉案诈骗款项及被挪用的5万元村善款，已被其在赌场内全部挥霍一空。目前账户余额不足200元。都是刘瘸子胡乱引荐骗子，把全村人的积蓄都坑没了，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组长擅自挪用专项助农款项，轻信外人忽悠，连累全村蒙受巨大损失，不能就这么算了。感谢宝宝们的支持，今天的助农专场破了1000万销量，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准时开播。敏敏啊，是你吗？你救救我吧！我现在后悔莫及，因为私自挪用村级专项助农资金，已经被依法立案，很可能要被判实刑。我真的害怕。敏敏，我老糊涂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贪心，更不该被刘瘸子忽悠，一步步做错事儿。敏敏，你现在事业做得这么大，一场直播就是上千万收入，你发善心，帮老叔一把，把那5万善款的窟窿补上好不好？还有村里那35万罚款，现在村里人天天找我追责埋怨我，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我老伴儿都急得身体抱恙。你就当积德行善，替村里把这笔钱平了。只要你愿意出手，全村人都会记你的恩情，你依旧是我们全村的骄傲。你太高看自己，也太低看我的付出了。我辛苦打拼的每一分收入，都是凭自己能力所得，从来不是凭空得来。凭什么要为你们的自私和贪心买单？我自掏腰包几10万帮村里搭建冷链，打通销路，真心实意为乡亲谋出路。你们不分好坏，反倒污蔑我压榨村民赚取差价，骂我是吸血鬼。当初你擅自挪用集体善款，签字转给骗子，行事果断，带头抢我车钥匙，霸占我私人设备，气焰嚣张，当众逼我退资，扬言把我逐出家谱，态度决绝。敏敏，过去的事儿我真的知道错了。知错不能抵消过错，成年人的每一次选择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另外，我明确告诉你，我早已配合警方取证，成功追回了大部分被挪用的集体善款，最大程度挽回了村集体的损失。剩下的少量缺口，是你执意违规操作造成的个人责任，理应由你自行弥补。敏敏，你不能这么绝情，你明明可以帮我。我从未绝情，只是不在无底线心软退让。我能尽力追回集体损失，却无法替所有人的贪心买单。3个月后，正式判决书下达。刘瘸子因聚众侵占他人财物、寻衅滋事，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组长因主动认错、积极配合调查，主动变卖个人家产补齐剩余善款缺口，且无恶意牟利行为，获得了从轻处罚，最终依法缓刑。他彻底褪去组长身份，因失信失德被全村人疏远，不再参与村内事务，每日踏实务农，潜心改过自新。而一众跟风闹事、违规操作的村民，法院依规合理处置，仅对带头闹事的核心人员划扣部分存款，抵缴罚款。普通村民大多以警示教育为主，从轻处理，没有过度追责。大家因为一时贪心，亲手毁掉了安稳的销路，亏损了一季收成，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闹剧落幕，尘埃落定，善恶终有归处。敏敏啊，婶子知道错了，明年咱们全听你的。赵老板，村里真的揭不开锅了，你大人有大量，再回来帮帮大家吧。
敏姐，好消息！一线国际护肤品牌的年度独家代言合同我们正式谈下来了，品牌方给到2000万年度代言费，只需要你在本月狂欢节期间完成3场品牌独家专场直播即可。很好，档期全部预留出来，全力备战。人总要向前看，放下过往纠葛，专注自己的前路，才是最好的成长。敏姐，之前联系的那几位村里主动认错、踏实反省的村民代表已经到了。他们再三诚恳致歉，希望能争取一次正规合作的机会。让他们进来。敏敏，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攀关系、求施舍的。之前我们一时糊涂、贪心作祟，跟着别人闹事儿，做错了事儿，害你受了委屈，也毁了自己的活路。这几个月，我们彻底反省清楚了，知道错了。我们不求你无条件原谅，只求能靠自己的力气干活赚钱。我们踏实种地，肯吃苦，守规矩，再也不投机取巧，不听旁人挑唆了。我从来不会彻底否定愿意改错的人。当初我愿意回乡扶持产业，本意就是想带着大家踏实致富。我反感的是贪心无度、恩将仇报，不是勤恳种地的乡亲。我们保证以后严格按你的标准种植，配合品控，遵守所有规则，绝不搞小动作，绝不投机取巧，只求能靠正规渠道重新跟着你的平台踏实干活。我可以给你们一次正规合作的机会。公司接下来会重启助农生鲜板块，公开正规招募种植合作农户。你们可以通过官方报名、统一审核、签订正规劳务合作协议，按量结算，合规分红，没有特殊优待，不搞人情偏袒，一切凭规矩，靠实力，好好干，踏实劳作，就能安稳赚钱，好好生活。谢谢敏敏，我们一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踏踏实实干活，再也不犯糊涂。从今天起，统一分拣标准，统一冷链发车，统一直播带货，卖多少结多少，当天对账，当天结算。敏敏，你放心，我们都按规矩来，再也不搞小动作了。这批品项全部达标，可以直接入库。敏姐，直播间已经上架，第一批5000单刚开播就快售完了，通知冷链立刻发车。终于拿到安稳钱了，这才叫过日子。世间百态，人心复杂，我不纵容恶意，但我给悔改留余地。坏事终会翻篇，坚守本心，踏实做事，前路永远向阳。